时间是2003年的冬天，地点是丹麦比隆，乐高集团的全球总部。这里本该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但此刻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如果你当时走进执行长的办公室，你会看到财务报表上触目惊心的红色赤字。这家陪伴了全球几代人长大的玩具巨头正在经历一场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数据显示，当时的乐高每天，请注意，是每一天都在亏损50万美元，他们的负债高达8亿美元，濒临破产边缘。当时的金融时报甚至已经提前写好了他的讣文，标题无情地写着吉姆已死 The Brick is dead。 所有的专家都信誓旦旦地分析，未来的孩子属于任天堂，属于 PlayStation， 属于虚拟世界，没有人会再想玩这种过时的塑胶方块了。但这真的是原因吗？乐高的衰败真的是因为时代变了吗？不，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乐高之所以差点死掉，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们太努力去改变了。这是一个关于勤奋的自杀的故事。要理解这场灾难，我们得回到90年代末。当时的乐高高层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叫做电玩恐慌症。为了证明自己还很酷，乐高决定抛弃传统。他们认为，既然孩子不玩积木，那我们就做别的。于是一场失控的创新狂欢开始了。他们开始做衣服，做手表，做电视节目，甚至在全球各地疯狂建造昂贵的乐高乐园。最离谱的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Galador 的系列，这是一种长得很奇怪的动作玩偶，完全没有乐高的基因，不能拆解，也不能组装。结果呢，这些塑胶垃圾堆满了仓库，无人问津。这种盲目的扩张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复杂性爆炸。在短短几年内，乐高的零件种类从原本的6000种暴增到了超过12000种。设计师想要一个海盗船长，好，工厂就开模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海盗头。设计师想要换一种红色，好，工厂就在生产一种新的红色。每一个新增的零件都意味着新的模具、新的库存、新的物流成本。乐高的供应链崩溃了，他们卖的越多，亏的越多。这就是商业世界最残酷的教训。没有边界的创新不叫创新，那叫混乱。没有纪律的扩张不是成长，那是自杀。乐高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为了找路而疯狂奔跑，结果却离家越来越远。就在乐高距离被拆分出售只剩一步之遥时，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2004年，年仅35岁的约根·维格克努德斯托普临危受命接任执行长。他不是玩具设计师，也不是创意天才，他原本是一名麦肯锡的顾问，一个典型的数据控。大家都在等着看他会发明什么新玩具来救火。但让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明，而是毁灭。他挥舞着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对臃肿的乐高进行了截肢手术。约根下令卖掉所有乐高乐园，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砍掉90%的特殊零件，设计师只能在现有的零件库里发挥创意。公司内部反弹很大，你这是在扼杀创意。但约根回应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创意的本质是在限制中寻找解决方案，无限的自由只会导致平庸。这就是著名的河内创新 Innovation Inside the Box。 他问了全公司一个灵魂问题，乐高到底是谁？答案震耳欲聋，乐高就是积木，不是衣服，不是游戏，不是电影，是那块能互相咬合，拥有无限可能的塑胶积木。约根的战略非常清晰，如果一件事不能让拼搭体验变得更好，我们就不做。这种极致的减法让乐高止住了血，重新找回了灵魂。做完减法之后，乐高开始专注于做少但做更好。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在那个所谓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孩子们真的只喜欢简单无脑的东西吗？不，乐高的数据显示，孩子们渴望精通，他们喜欢挑战，他们喜欢花几个小时拼出一个复杂模型的成就感。于是乐高专注于与高品质的 IP 合作，星际大战、哈利波特。同时他们大胆地开发成人乐高 AFOL 市场，推出了建筑系列、科技系列。结果如何？在约根接手后的10年里，乐高的营收翻了4倍。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公司，利润率一度超过了苹果公司，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玩具品牌。在这个数位洪流泛滥的年代，乐高用一块塑胶积木证明了，虚拟世界固然迷人，但真实世界的触感、重量以及亲手创造事物的满足感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专注于你的核心，把它做到极致，世界自会为你买单。乐高的故事讲完了，
但这真的只是一家玩具公司的故事吗？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地图。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也像2003年的乐高一样？当我们感到焦虑，感到停滞不前时，我们的本能反应通常是做加法。我们逼自己学更多技能，接更多工作，认识更多朋友，买更多东西。我们以为这叫上进，这叫充实，但结果呢？我们像那时候的乐高一样，库存混乱，精力分散，越忙越穷，越活越累。我们在不断的加法中弄丢了自己。也许现在是你该为人生做一次减法手术的时候了。试着问自己那个问题：我的核心积木是什么？什么是你真正擅长的？什么是你真正热爱的？什么是哪怕没有回报你也愿意去做的？找到它，然后无情地砍掉那些不重要的杂音，砍掉那些消耗你能量的无效社交，砍掉那些为了缓解焦虑而报名的课程，砍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欲望。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最大的勇气不是拥有更多，而是敢于拒绝。把有限的生命专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像乐高一样，在限制中构建出你的伟大。记住那句设计界的至理名言，也是人生的真谛。这里是 Simon 的思维笔记，希望这集影片能帮你找回生活的秩序。我们下期见。